各位朋友，本台是油管的第一黑嘴，或称是第一神嘴，是吧？说谁谁完，瞪谁谁怀孕啊。那么那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看有好几个大陆的粉丝给我留言，浩哥又神了你啊！你前两天刚说的俩反贼，今天传来的消息全网永久封号了。他说你这个台中国的就叫什么呀？叫网信办呐一直盯着是吗？你说谁谁完啊？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我是比较有远见吧，因为我只要点出名来的这些人，我看人没有看错过一个人的，知道吗？这些人就是吃反贼这碗饭的。你说他自身他是不是反贼，这我不好说，但是他吃的是这碗饭，就像那个大陆就像一个马戏团一样，海外的这些独轮运呢，还有大陆的一些这个人口比例当中，就是绝对值还比较大的一群丧彪反贼们的宠物，就等于说是民主的马戏团里边来了个新猴子这些人呢新鲜，就给他们投喂嘛，然后他们得到甜头了，于是呢为了得到更多的投喂，他们就得蹦得越来越高马戏团上面都有一个高压电网嘛，就是中国的法律嘛，所以他为了生活不得蹦得越来越高，就蹦到那个高压电网上，立刻就麻花了，就完蛋了吧。这是他们命运的必然我看有很多人把我的视频都切片转到 B 站去了那个是这样的我前两天刚说一个人，一个叫李雪花是东北的这么一个低级黑，还有一个叫三里的不知道是哪儿的人反正这俩货我说完了没两天永久封号。其实我很感慨，我眼泪巴擦的，就是我眼泪在眼圈上，可能会跟大伙见这最后一面了。就是只要你流量大了，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你的这个言论引起了两帮人的吵和对立，那你就得被封。我已经做好告别了，所以说不能播，能播皆在两可之间，皆在我意料之中。能播是意外，不能播是常理。另外的话，你不用感到伤感。怎么说呢？有一电视剧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呢虽然说的很多了，但是我觉得还说挺好的。你应该知道是哪句，对吧？叫做自古忧国之事，皆为千古伤心之人。Do you ever actually leave？ 这个低配版的油腻的痼子还他妈的忧国之事。李小花告别了彻底告别了，这回永久封号，他的抖音、快手、B 站都是永久封号，看到了吗？永久封号全都是包括他的那些切片的账号在 B 站也有很多被封号了。这是他临终的遗言，他也有预感了，是吧？因为我的那个视频被人挪到 B 站去了，就有人说看到了吗？油管的大咖说你了，你马上就完了。开不了播，那个大号 TA 1个月，我完了，操他妈！我完了，这脑袋是彻底废了。我没找理由，真没找理由，就晚这几分钟，我还至于吗？那玩意儿我今天定的是1点直播，哎呀，小号1点就1点吧，无所谓了。今天1点直播的。这两个小反贼被封号以后，他们的粉丝，你们听听他们说什么你就知道了，他们的受众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三里和李雪花在同一天消失了，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抽走了一块，很多话堵在胸口，却不知从何说起。当讲真话的人得不到善待，当仗义直言的声音被一一静音，这个世界还剩下什么呢？只剩下无休止的赞美和千篇一律的喧嚣吗？我曾以为他们的出现会是一个好的开端，会有一点点星火，能慢慢燎原，但现实总是比想象更荒诞。我能想象到那些黑粉得知消息后会是怎样一副得偿所愿、弹冠相庆的嘴脸，他们宣告着自己的正义获胜，殊不知这恰恰是文明最可悲的溃败。当一种胜利让社会开出更荒诞、更悲哀的果实，这究竟是谁的胜利？互联网风云之花哥被封，简直是难以置信的啊！又一个互联网的大亨倒下了。我说白了，我看花哥我已经看2年了，包括花哥出品的《大一传奇》《三舅传奇》《北胖风云》呢，我这都天天听着干活上班睡觉啊。我现实是一名外卖员啊，然后呢，每天听这个东西当时减压吧，也就是图一乐。但是我说实话，花哥他这里边批判了太多咱们看不见的东西，从而呢把我的认知也提升到了一定高度。当然我在听花哥之前，我就自己认为我自己本身的思维跟花哥是差不多的啊。就今天这个事儿来看呢，就现在互联网，我说实话有点开玩了啊，开玩了互联网啊，就是讲真话的人，就是该封的都封了啊，敢讲实话的人该封的都封了。从以前的老梁啊，我一开始也是听老梁睡觉，从老梁到花哥是吧？就是他为咱们底层人民揭开了太多这个遮羞布啊。所以说呢，我想跟大家伙讲的是啥呢？我就希望以我的方式，我接着去传承花哥的这种精神啊。就看我现在穿这衣服花花绿绿的，我想去替花哥传承一下这个精神啊！每天呢啊，不能说每周，每天呢，我尽量给大家去开故事会什么的，我也去讲一讲这个故事啊，也当是一种传承吧。就是花哥今天我一封的时候，我说我心里边贼难受啊！我一天没上班，我今天我就寻思，我应该会有很多话想跟你们说，但是我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一打开这手机摄像头，我刚才写了很多手稿，这都让我给撇了。有太多话就是已经不是能用语言来形容出来的了，就是难受吧。我现在我在想啊，我说如果我要是开一集北胖风云，我会不会跟花哥有太多的重复，有太多的吻合啊？然后就导致你们可能觉得你是不是模仿李雪花？不是，这还有想这个吃李雪花的人血馒头的，收割李雪花的粉丝的，这位肥胖的外卖员处境呢看起来还不错嘛。难道中国现在也跟美国一样了？你的身材越好，你的阶层越高？差不多了啊，因为这个中国的生活已经完全不亚于美国了，甚至某些地方还超越了，是吧？底层的外卖员才肥胖啊！对不起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啊。所以说，李雪花和三里这样的社会低级黑，就是中国社会的底层反贼的奶头乐。有人说了，你说了半天，那些人为什么喜欢他呀？因为像李雪花这种社会上的，应该来讲就是过去来讲的话，社会上的琉球流氓之类的，以前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他说那些话题他能把这些他的听众上下两个头都给听硬了，脑袋当然就听硬化了呗，底下那个头也能给你听硬了，为啥呢？很多人就问花哥你说你懂得这么多，感觉你经历了很多，你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才能讲出这么牛逼的故事来？首先来讲，什么都没经历，我这人生就离不开3个人，经历过这3个人，我从此之后
我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就三观吧，就已经根深蒂固了。就是我们的路不一样。你们要想经历我这些事儿，我慢慢讲啊，你们肯定没准也都跟我一样。首先这3个人分别是谁呢？我大姨，第一个是我大姨啊。从小那年我多大？那年我9岁，我记得9岁。我也不知道那个是哪个大姨夫，我大姨那时候租个房子，知道吧？感谢将军啊，感谢将军。这个男的就来了，来了之后，我大姨就进屋了。进屋呢，那个房子是租的，是夏天。感谢将军，哎呀，抱拳了，将军干啥呀？这是啊，千元了，这是感谢了，感谢了。一会儿我集体感谢，我先讲啊，先讲完的，大伙儿听呢。这个男的就来了，来完就问我大姨，这怎么有个孩子呢？我大姨说没事儿，我外甥。我大姨怕我妈来，怕有人来，让我9岁让我把门，他俩在里深深，我在这把门，里面吱哇乱叫唤。来的人说：“你大姨在家吗？”我说我大姨没在家。那谁的动静？我说不知道，别人。就是我9岁的时候，你们能体会到这种感觉吗？9岁让我把门，然后人生当中第一次看片儿就是我大姨。我大姨又给我找了个大姨夫，叫大老王，开录像厅的啊，开录像厅叫大老王，他真叫大老王，我不是编的。完了，白天的时候录像厅不开业，晚上开业，你们就可想而知这个录像厅是不是正规的了。晚上尤其是后半夜更狠，来的人更多。我白天就跟我大姨去了，我大姨就跟那个大老王进屋就深深去。深深的时候，我大姨就跟那个大老王说，那年我多大？依然是9岁。来，我外甥在这儿呢，给我外甥放个录像看，放录像看。别的了，燕儿啊，孩子太小，多大呀？9岁，9岁别看啊！我告诉你啊，叔叔，什么叔叔？你是他大姨夫啊？大姨夫这嘎达啊，这些片儿你可看不了啊！我大姨说什么他妈看不了，把他那个纸壳箱子我亲就记得的，里面全是光。这不就是一个地痞流氓在网上讲黄段子吗？有没有这么个大姨啊？是不是下一步的情节就是大姨给他开9岁的包了？低级，太他娘的低级了！这种竟能被视作是公知、启蒙美国精神的公知。哇日，他妈李雪花的这些粉丝都是什么玩意儿啊？都是啊！那位说讲个黄段子就把他给封了吗？讲黄段子当然要封了呀，但是他干的不止这一件啊。跳楼你跳过吗？我们也没有精神病，我们跳楼干啥？那都有楼梯，现在挺发达，都有电梯，跳那玩意儿干啥呀？我让坦克压过你压过。就是我们正常人没啥事往那坦克链子底面躺啥呀？我们二逼呀，让那玩意儿压我们呢？那没挨压的，我们应该是好事啊，值得赞扬的呀。你被压过，是你三驴逼了，那不是这么回事吗？我差点死过，你死过吗？我野外生存，我把人干了，你干过吗？我想问一下吴京老师，你指这个干是哪个干？杀人那个干吗？那你得伏法呀，你是杀人犯呢。那没死的话，你也算伤害呀，这个东西啊。那野外生存也不能干人呢，那玩意儿啊，你再饿也不能吃人呢。那哪个干呢？吴京老师给怼了，深深了，那就更不能学了。你要干啥？你对得起谢楠老师吗？你一天天以后这话你别说，那网上唠这个给你唠，哎呀，我的天哪，是干啥呢？这是吴京老师啊！你们听听他说那个话，你说这是人话吗？中国的蚯蚓我吃遍了，你吃过吗？吴京老师，你是真吓人呢！谁没事吃蚯？俺们也不是鱼，
还有蚯蚓钓鱼啊，吃蚯蚓的。我们这吃的正常的老百姓嘛，那啥嘛，五谷杂粮嘛，大鱼大肉嘛，八大菜系嘛，烧烤火锅嘛，吃这些，谁没啥事吃蚯蚓干？是觉得啰嗦，不至于，不是说谁加不了那玩意儿，这不叫什么核心的东西。核心的东西在哪？在什么芯片呢？我们现在好像是7纳米吧，全世界最先进的是3纳米，但是我们追的也不错了，很牛逼了我们。但是这个吹牛逼是真他妈耽误事儿啊，你们呢？啊！而且每个吹牛逼以爱国为自居，感觉自己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牛逼的。你得实事求是，知道自己不足，咱们慢慢进步，最后咱们屹立在这个世界上，这是真正的爱国才能进步啊！这哪吒他再牛逼，他怎么就超过日本动漫了？人家那产业链每年人家动漫制造的 GDP 你去查查得多些，你拿啥比？就现在暂时骂吴京，嘲讽华为，说只要是国外的全都是好的，这不就是那个吃那个恨国饭的那个一贯的套路吗？啊，是这个我是没办法，我是买不着华为的3折叠，知道吗？我要能买着，我可不买这个三星的。华为那个多好啊，怎么折都有面儿，是吧？我是买不着，也用不成。你说华为这么好的产品放在这帮低级的反贼嘴里边啊，就变味儿了。微微说他骂华为也不至于被封了吧？是。骂华为也不至于被封了，但是他为啥被封了的呢？你就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实在不行就转行，这玩意儿弄死人就完了。OK 了。这是他被封了之后说要转行，转什么行啊？你坐到街边去跟人家讲黄段子去啊，那他妈派出所不马上把你抓起来呀？你转行到监狱里边去啊？太低级了，这种人。跟他一块被封的还有一个油腻版的低配的护尘风。这大爷呀，上当受骗了。大爷看自媒体，看那东北讲武堂看多了啊。为什么叫他大爷呢？对吧？这大爷每天听的这个那个叫半导体放耳边，每天做晨练，跟大妈眉来眼去的，然后听这里边讲武堂讲的内容，说大毛今天获得了胜利，明天获得了胜利，小吴今天完了，明天完了。大爷天天听这个。大爷从小的时候没上过学，小的时候偷西瓜，长大以后偷针偷别的，对吧？好不容易到改革开放了，找到一个工作，装模作样的退休了，对吧？他觉得就自己又行了。就这么简单，就分不清楚好坏对错。和一个孩子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去和别人的孩子。那有人说了，支持乌克兰也不至于被封号吧？那中国政府还是中立的呢，对吧？他问题是我不是给你说了吗？这群人为了吃这个恨国饭，必须得有新花样，他得使劲的蹦，使劲的把那个舌头往那些那个恨国党的盲肠里边钻，他才能舔出点排泄物来。所以他们必然会越来越激进。李雪花他的言论，老百姓100来斤儿，你260-260斤就是不对，自己的闺女穿迪奥，老百姓啊，这个冻的啊，就是说老百姓冻的喝，就是说冬天冻的喝就是不对。
这不都是完全海外的这个轮子枪了吗？这不是他娘的妥妥的底层的低级黑的反贼吗？这不是国内的轮子吗？不封这帮孙子封谁呀？浩哥这个嘴小李飞刀力不虚发，真的是说谁谁完蛋。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